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又来到我的频道星星绕地球，这里是星星，欢迎大家扫图片上的二维码加入我的东南亚躺平交流群交流互动哦。既欢迎在考虑退休、海外旅居或投资之类的观众，也欢迎东南亚当地的朋友，大家互相交流，交个朋友哦。先跟大家抱歉一下，说我现在在我的那个临时工作室，然后有些简陋，然后连空调都没有，然后我就感觉一直暴汗，真的有点那种东南亚的氛围了。对啊，感觉在蒸桑拿一样。然后，回到主题，为什么这一期想到跟大家讲马来西亚呢？是因为我其实主要讲的还是那个房价、住房的成本，因为基本上我们退休养老最大的一个开销就是那个房子。那我讲完了房子之后，那饮食和日常开销、饮食和日常消费，大家去旅游都有感觉，在那边吃喝，在加州吃喝真的是什么都是一袋青菜就可能$10，一杯咖啡$8，然后随便餐厅吃个东西，人均消费至少$20-30，然后呢。对啊，还要加税，还要加小费。那马来西亚，我记得我去路边吃一个咖喱面，吃一个它的拉萨，吃个它的是叫什么？是叫拉萨还是叫什么？反正你去夜市，或者说你去吃什么东西，都是几美金起，全部都是1-2美金。那你要去餐厅吃个饭也不会特别贵，基本上差不多是加州1/3的价格，然后你差不多在外面的水果摊上，就是3-5美金拎一大袋水果。那榴莲的季节，你真的是吃到吐，几美金，那种感觉真的是，你就不需要去，就是你花钱之前不需要就是再去想budget，你反正花就行了，反正那边生活就非常的轻松。然后医疗开销呢，就是，大家在美国都知道，美国的医疗其实真的是非常贵的，除非你是有公司的保险把你养得很好，那或者说是你有 medical， 然后如果说你要自己买保险的话，一个自己的保险你最差，你就是最烂，基本起步都是500到$1000，而且还有各种的 deductible。如果说你没有保险，那就更夸张了。我以前在刚来美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保险的时候，因为我腰椎受过伤，那个时候我遭一个真的是被吓到了。我那时候就是长了一个麦粒肿，而已，在中国可能几块钱的一个青霉素青霉素那个眼药水，或者说一个氯霉素眼膏，就几毛钱几块钱你就解决了的东西。我当时看医生，自费看医生，当时就是花了$100多，然后再去拿药花了好像就是他给我开的，其实也就是我们红霉素的那种抗生素的眼膏，也是花了几百美金，也是花了$100多，反正加起来就花了$500。当时我都震惊了，我当时还跟朋友吐槽，就10年前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，我说我得一个麦粒肿，在中国几毛钱搞定的事情，我在美国花了几千人民币，就为了一个麦粒肿，都惊呆了。然后当时我也是因为腰椎打网球，腰椎受伤，然后拍了一个 MRI， 然后核磁共振。当时拿到账单的时候，我惊呆了。我的账单，我当时的 MRI 是在那个 USC 拍的，我在 USC 的那个 hospital， 然后当时拿到账单真的是惊呆了。$5000拍个 MRI， 我知道在中国拍个 MRI， 你去自费的话，顶多500人民币，反正在重庆是500人民币，在北京、上海不知道。然后，但是差别也不会太大吧？但是我在美国拍一个5000人民币，不，我在美国拍的一个那个 MRI， 当时他给我的账单是$5000，还不是5000人民币 ，sorry， 我说错了，$5000。当时我是惊呆了，我想他们可能报给那个保险的费用会打折，会低很多，但是我当时收到的，因为我做的是一个全套，是$5000，是USC 开给我的，我当时惊呆了。后来是跟他反复的讨价还价，才以一个比较少的价格，然后$1000多接近$2000的价格把它付了，但是真的也是很吓人的。所以在美国有保险也很贵，因为你保险的费用支付很贵，除非你公司帮你付保险，那你退休之后公司不会帮你支付，那你要自己去支付保险，那也是非常非常昂贵的。即使你要有 Medicare， 但是其实你还是要补充保险，每个月还是要花费几百美金的，每个月花费500到1000，这是一个起码的一个 basic 的一个数字。但是在马来西亚，它真的是一个可能
东南亚的国家都是特别注重医疗，然后它是一个旅游医疗的国家，所以它那边的医疗设备特别好，然后它的医院都是通过国际认证的，它的医生都可以说英文，然后呢，你看一次专科门诊差不多就是我在那里看过一次，差不多你看一次专科门诊，自费的话掏腰包就是30到50美金，然后做一次全面体检100到200美金，你即使要做一个心脏支架手术，它也只花费得了美国的1/5。美国的心脏支架手术是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美国的心脏支架手术我不知道，但是在美国换一个膝盖4-5万美金，然后种一颗牙齿就3-5千美金，在马来西亚膝盖置换手术最多1万多美金，然后其他的我没有查，但是也是相比例的便宜很多，所以说在加州压力真的大很多，所以说在马来西亚看病差不多就是普通消费，可能比大陆会稍微贵一点点，但是它的医疗会更国际化，然后医生都可以说英文，而且它的病例你都是国际通用，你也不用担心会有这种像西方国家，像我以前念书的德国也是没有保险是寸步难行，甚至于你没有保险他都不让你入境，然后不用担心这种破产式的医疗了，就在美国这种破产式的医疗都不行的，都不可能的。然后呢，还有接下来就是出行了，就是日常出行，还有生活氛围。他那里的生活氛围，东南亚常年都很温暖，你老年人不用担心温暖，你要想凉快就进屋空调，然后呢，你要想热闹就出去，你要不怕热就出去。然后那边的生活是非常的温暖和便利的，然后呢，他的生活出行也很方便。你在美国，你在美国，你老年人你要考虑开车的问题，老年人你到80几岁你要开车，不然你不方便。但是在马来西亚，它的公共交通就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它相当于就是公共交通、地铁，然后公交车都非常发达。然后说你要在马来西亚要打车的话，也是非常的方便，因为马来西亚打车，然后我们去旅行嘛，然后我们去旅行都知道，在马来西亚基本上打车都用那个 Grab，然后基本上2-3美金就可以短途。然后去机场的话，一般去机场的话就是60几公里，差不多15到20美金也可以搞定。但是我们在 LA 去一趟机场60几公里，基本上我从这里去 LA 机场就差不多是60-70公里，打车全部都是100美金以上，150美金差不多130美金，然后同样的距离全部都是100美金以上，这个昂贵真的非常非常多。所以在吉隆坡、在新加坡这种地方，你基本它的那个 infrastructure， 它的那个基础设施是非常非常平易近人的，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说你拿欧美的收入在那边去消费的话，是非常轻松的，甚至于它比中国有些地方还要更便宜。而且在加州你开车，基本上去个地方，都要1个小时，而且它的停车费都是10美金啊，这些就非常非常的贵，有的地方。但在马来西亚你打个车就几美金、2美金，基本上20分钟就可以到你所有想到的地方。我的说是那种普通的地方啊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从家里到医院啊，或者说从家里跟朋友去聚会，因为它没有这么大，没有加州这么大，它的距离也方便很多，经济它也便宜很多，真的就让你一切都感觉轻松了，真的非常非常多。马来西亚特别适合那种一家之口，然后或者说去生活啊，去干嘛在那边，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更适合生活一点。然后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其实有感受，比如说你去到槟城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，其实它晚上9点钟之后，其实你看不到街上有什么酒吧呀，什么很吵的夜市啊，这些，我感觉他那边都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居民的生活的一个氛围，不像泰国那种哇塞，那个平时白天街上都没人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天气热嘛，在东南亚，在泰国就是那种基本上是5点钟之后才会有摊贩出来摆摊，然后呢，他会一直是那种莺歌燕舞到凌晨，然后又开始寂静，就是说相当于晚上它是很吵很吵的，当然也看你住的区域了，但是在马来西亚我感觉就是除了你在吉隆坡一些比较downtown的一些地方，你在其他一些地方其实还是生活为主，它没有那么多的夜生活，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更适合一些老年人的退休养老，或者说甚至于一些年轻人寻找成本更少的地方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我觉得马来西亚算是一个比较
可以世外桃源、向往生活的地方，因为它既有现代化热闹的东西，它也有你想要的海滩，然后而且它那边东南亚的城市，你没过1个月就可以出去旅个行什么的，然后离中国也近，就特别方便。所以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就这样诱惑大家一下，因为就给大家浅谈一下马来西亚的爽，感觉在那边就是以前大家都说嘛，去东南亚就像皇帝一样，但是去游玩，但是这一期就跟大家更深入的讲了讲 ，OK， 那如果说我们去马来西亚去退休，或者甚至于去宜居那边，是不是真的爽了很多啊？大家是不是已经跟我一样，已经有点想收拾行李走去马来西亚看看？我也是准备再重新去马来西亚深度再考察考察。好了，那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就先把胃口给大家吊到这里了，然后下一期呢，我们再深入的跟大家聊一聊，如果你想退休，或者旅居去马来西亚，甚至于如果你对那里的房地产感兴趣，然后希望投资的话，当地有哪些政策，它的优势和劣势，对于对于居民和对于不能够长期在那里居住的人，它有哪些区别，然后跟大家再深入聊一聊。好了，然后那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OK 了，咱们就是卖点关子，然后有些干货留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